在中國歷史上，最令人熱血沸騰的2個字，莫過於北伐。無數英雄豪傑都曾以收復中原為志，有人名垂千古，有人壯志未酬。而在東晉初年，有這樣一個人，他沒有朝廷全力支持，沒有雄厚的家底，卻僅憑一腔熱血和堅定信念，率領數千人渡江北上，幾乎重奪半個莊園。他就是祖逖。祖逖，范陽郡虬縣人，祖家是北方望族，家族世代都有封入2000石的高官。祖逖年少，性格豁達灑脫，不拘小節，輕財重義，為人有節氣，有大志，常常接濟幫扶貧苦百姓，深受鄉里僧俗敬重。太康10年，公元289年，寄居陽平郡的祖逖被郡府舉為孝廉，又被司隶舉為秀才，他都沒有應召出仕。後來，祖逖與劉琨一同擔任司州主簿，二人交情深厚，經常同床而臥。一次半夜，祖逖聽到雞鳴，認為這是上天催人奮進，便叫醒劉琨道：“此非惡聲也。”隨後兩人一同到屋外舞劍練武。元康元年，公元291年，八王之亂爆發，祖逖受到諸王赏識重用，先後效力於齊王司馬祖、長沙王司馬懿、豫章王司馬熾，歷任大司馬府原屬、驃骑將軍府祭酒、主簿。太子中舍人，豫章王府从事中郎。永兴元年，公元304年，東海王司馬越拥戴晉惠帝討伐成都王司馬穎，祖逖隨軍出征，在丹陰戰敗，只得逃回洛陽。晉惠帝被挾持到長安後，范陽王司馬蕭、高密王司馬略、平昌公司馬謀接連徵召祖逖，他全都沒有受命。之後，司馬越任命祖逖為典軍參軍、濟陰太守。恰逢祖逖母親去世，他便居家守孝，沒有赴任。永嘉5年，公元311年，洛陽淪陷，祖逖帶領同族鄉親數百戶南下，到淮泗一帶避亂。他全程步行，將車馬讓給老弱病患，還把糧食、衣物、藥品分給眾人。逃亡途中屢遭盜賊險阻，祖逖從容應對，被同行眾人推舉為行主。抵達泗口後，南陽王司馬睿任命他為徐州刺史，不久徵召為軍資祭酒，率部駐守京口。建興元年，公元313年，司馬越得到晉懷帝的死訊，於長安繼位，是為晉闵帝，任命司馬睿為侍中、左丞相、大都督陝東諸軍事，命他率軍前往洛陽勤王。當時司馬睿一心開拓江南，無意北伐。祖逖進言道：“晉室之亂，並不是皇帝無道、百姓造反，而是藩王爭權，自相殘殺，給了夷狄可乘之機。如今北地百姓備受蹂躪，都有奮起反擊之志。大王如能命將出師，讓祖逖等人為統領，江北豪傑必定會望風響應，龍王人士也會歡欣鼓舞，如此也許可以鮮血國恥。”司馬睿雖不願北伐，卻不便公開反對，於是任命祖逖為奉威將軍、豫州刺史，只撥付1000人糧饷、3000匹布帛，讓他自行募兵，打造兵器。實際上，此時的北方雖然局勢混亂，但形勢還遠沒有後來那麼絕望。漢趙劉氏雖然建國，卻只佔據部分地區，北方大多數土地仍掌握在晉朝的地方勢力、流民武裝和各類雜胡軍隊手中。幽州的王浚、并州的劉琨等勢力更是始終牽制着漢趙後方。但鑑於司馬氏致力於內鬥的傳統，司馬睿此時的重心並不是北上勤王收復中原，而選擇經營江東，以此鞏固自身的地位，也就很容易理解。司馬睿的消極態度沒有動搖祖逖的北伐決心。祖逖率領跟隨自己南下的曾族部屬100多戶，從京口渡江北上，船行至江心。他望着滔滔江水，感慨山河破碎，百姓受難，又念及自身壯志難酬，頓時豪情迸發，敲擊船槳立誓：祖逖不能傾中原而復計者，猶如大家。立志收復中原。渡江後，他暫駐淮陰，煉鐵鑄器，招募士兵，集結了2000多名將士。當時兗豫地區的豪強張平、樊埡佔據橋城，擁兵自重，麾下有數千兵馬，僅名義上歸順司馬睿。張平手下還有董贊、
於武、謝府等10餘支隊伍，每支各有數百人。建武元年，公元317年，祖逖进駐羅州，派參軍殷義聯絡張平還亞，但殷義輕視張平，並斷言他難以保住自己的腦袋。張平大怒，斬殺殷義，隨後領兵固守，對抗北伐軍。祖逖久攻不下，便用離間計拉攏張平部將謝府。謝府借3邑軍情之機，斬殺張平，率部歸降。祖逖進駐太丘，卻因軍中缺糧，陷入困境。而這時石勒已經消滅了王俊和祖逖的摯友劉琨，馬上就要大舉興兵河北，這正是雙方爭分奪秒的關鍵時刻。張平死後，還亞依舊佔據谯城，不肯歸降。他帶兵連夜突襲，直撲祖逖大營，軍中瞬間大亂。祖逖鎮定指揮作戰，杜後、董昭奮勇殺敵，成功擊退還亞的軍隊。祖逖率軍追擊，又遭遇張平殘餘部下的阻攔，於是向陳留郡的彭丕烏堡主陳川、南中郎將王罕求援。陳川、王罕分別派遣部將李頭、黃宣帶兵支援。祖逖派遣同為谯城人的黃宣前去勸降還亞。黃宣單人匹馬進入谯城，對還亞說道：“祖逖正準備彈平劉琮、石勒，需要仰仗您作為後援。先前是殷義輕薄無禮，並非祖逖本意。如果現在和解，既可建立中興，又能保全富貴。但若還要固執，朝廷派出猛將平你手下烏合之眾，依據一座危城。北方又有強賊窺視，萬無一全。”還亞聽後開城歸降。攻占谯城後，祖逖終於在豫州站穩腳跟，打通了北伐通道。黃宣率部返程，不久石虎圍困谯城，王罕再度派黃宣救援。石虎聽聞黃宣前來，直接撤軍退兵。此後黃宣留守谯城，協助祖逖征討拒不歸降的烏堡武裝。東晉時期的烏堡是張郎中百姓和豪強自建的一種帶圍牆的自衛聚落，既能打仗防禦，又能種地過日子，相當於亂世裡面的小型獨立王國。比如前面提到的陳川的彭丕烏，李頭在征討還亞的戰事中立功，深受祖逖器重。他時常感慨：“我若能得祖逖為主，雖死無懼。”陳川得知後勃然大怒，將李頭殺害。李頭的親信馮寵率領400多名部下投奔祖逖。陳川更加惱怒，派部將魏碩劫掠豫州各郡，被祖逖派兵擊潰。陳川心生畏懼，率部歸降，後趙石勒。太興2年，公元319年，祖逖出兵征討陳川，石虎帶領5萬大軍前來支援，被祖逖擊敗。石虎劫掠豫州百姓，帶着陳川退回相國，留下部將陶豹駐守彭丕烏。太興3年，公元320年，祖逖派遣韓潛駐守彭丕烏東台，陶豹退守西台。兩軍對峙40多天後，祖逖巧用計謀，讓後趙軍隊誤以為晉軍糧草充足，挫敗敵軍士氣。隨後他在汴水設下伏兵，截獲石勒運送供給陶豹的全部軍糧，逼迫陶豹退守東堰城。祖逖命韓潛進軍占據封丘，逼近陶豹駐軍，自己則帶兵駐守暈丘。擊退陶豹後，祖逖多次出兵攔截後趙軍隊，大幅削弱了石勒在河南的勢力。此前於公元319年建立後趙的石勒，因戰略重心北移，對抗前趙劉耀，且忌憚祖逖軍力強盛，派人在陳皋縣為其母修墓，還寫信請求互市。祖逖雖未回信，卻默許雙方通商。祖逖也借此獲得了豐厚收益，兵馬愈發強盛。後來部將童建叛投後趙，石勒將其斬殺，以示交好。祖逖也與石勒修好，禁止邊境將士相互侵擾，邊境得以短暫安定。太興4年，公元321年，晉元帝任命戴淵為征西將軍，遙領司兖豫并雍冀6州都軍事，兼司州刺史，出镇合肥。此舉名為防備北方胡族政權，實則是為了制衡權臣王敦以及北方名將祖逖。當時在黃河以南進行北伐的祖逖，認為自己辛苦收復失地，
卻突然被朝廷派來的代院統領感到不被信任，且北伐大業受阻，加之擔憂王敦叛亂，最終憂憤成疾。征討重兵的祖逖依舊心繫北伐，帶兵修築虎牢城。虎牢城北臨黃河，西接成皋，戰略位置極為重要。他擔心城南沒有堅固壁壘，容易被攻破，特意派侄子祖霽帶領眾人修築防禦工事。壁壘尚未完工，祖逖便在雍丘病逝，終年56歲。祖逖去世後，晉元帝追贈他為車騎將軍，命其弟祖約接管部眾。後趙趁機入侵河南，祖約難以抵擋，退守壽春。祖逖收復的河南大片土地，最終再度被後趙攻占。祖逖最終沒能完成北伐，也沒能親眼看到中原光復。但在那個人人求自保的時代，他卻選擇了最艱難的一條路。雖然他的北伐事業半途而終，可聞雞起舞，中流擊楫卻流傳千年。因為後人記住的不只是他的成敗，更是他明知艱難仍執意北上的勇氣。那麼，如果東晉當年全力支持祖逖北伐，歷史又會不會走向另一個結局呢？